11月29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同一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倡议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对话谈判是拯救生命的最佳选项，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要以最大的紧迫感推动全面持久停火，只有两国方案真正全面落地，才能实现中东和平再出发。另外，中方还发布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全面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等5点建议。习近平在致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的贺电中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巴以冲突症结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迟迟无法实现独立建国的合法民族权利，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安全，制止人道灾难。在此基础上，尽快重启巴以和谈，尽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将继续主持公道正义，积极劝和促谈，一如既往向巴方提供人道和发展等援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深圳卫视注意到，1947年11月29号这天，联大通过了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30年后，1977年，联合国大会呼吁每年的11月29号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并请各国政府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一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外界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当前巴以局势阐明中国原则立场，强调应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通畅，防止冲突扩大。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的倡议下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王毅表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实现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王毅强调，对话谈判是拯救生命的最佳选项，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要以最大的紧迫感推动全面持久停火。炮火之下没有安全区，放任战事延宕，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加沙地带也没有防火墙，战火再度蔓延，很可能演变为吞噬整个地区的浩劫。中方强烈希望过去几天的暂时停火，不是新一轮攻势前的间歇，而是进一步外交努力，实现全面持久停火的开端。会议后，王毅在向媒体发表谈话时表示，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方一直将巴以冲突作为最紧迫问题。在主持通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第一份安理会决议后，进一步召开高级别会议，就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王毅强调，我们欢迎上周达成临时人道主义停火协议，但和平不能受限制，停火不能有期限。机会之窗一旦打开，就不应关闭；战火一旦停息，就不能再重燃。针对媒体问及中方对推动根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何建议，王毅表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缺的不是宏大的方案和口号，而是主持公道的勇气和行动。两国方案是国际正义的底线，不能后退。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平会议，进一步凝聚促和的共识，并且制定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谢谢。
对于中国倡议并主持此次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西、巴勒斯坦、卡塔尔、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等近20个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以及所有安理会成员出席，多国外长专程赴纽约与会。出席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巴西外长维埃拉、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并集体会见沙特、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印尼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各方赞赏中国倡议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认为这是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的第一场会议，对推动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王外长对外释放了3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强调通过和平谈判才是解决当前巴以冲突的根本路径，再次向外界凸显了外交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它也是呼吁各方能够放下分歧、放下歧见，共同达成一个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第3点呢，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推动各方能够更多的讨论中方提出的国际和会这么一个概念，重新把2国方案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来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中方还在30号发布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中方提出5点建议：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和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提交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凝聚共识，推动安理会承担起应有责任，为和平尽责，为正义发声。这一次的立场文件，它展现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地位。相对比较短期的建议，那就是呼吁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的停火，能够在这个安理会的平台更快的推动全面停火。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我觉得中方提出召开一个更大规模、更具时效的这个全球的和平会议，并且就这个2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做出更明确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也是让世界在这次巴以冲突之外呢，更多的关注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彻底解决。我们注意到，针对巴以问题，中国1天之内采取了3项举措。习近平主席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作为本月轮值主席国，倡议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以及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就这3项举措分别进行了介绍。发言人再次强调，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3项举措也再次体现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客观公正的立场。当前，联合国正竭尽全力利用当前停火的间隙，最大程度地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29号，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代表中国政府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签署100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交接证书。除了这些巴勒斯坦民众急需的经济援助外，中方还充分考虑到了当前加沙地带的局势，并宣布将再次向加沙地带提供新一批粮食、药品等当地民众切实需要的经济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地时间11月29号在其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拜登总统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亨利·基辛格博士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其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亨利·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战略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半个世纪前，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了2国，也改变了世界。他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2国人民友谊作为毕生追求。基辛格的名字将永远和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和怀念。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人民友好事业传承下去，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2国人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李强总理向基辛格博士家人致唁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唁电。当地时间2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基辛格。贴文中写道：“得知基辛格博士去世，享年100岁，深感震惊和悲痛。我向南希和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对我们两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历史将铭记这位100岁老人为中美关系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位最珍贵的老朋友，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30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对国际政治家、杰出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去世深感悲痛。华春莹还引用了基辛格在谈论中美关系时的一句话：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取得伟大成就，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还为了全人类。基辛格博士生前高度重视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繁荣至关重要。中美双方要继承和发扬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按照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基辛格去世后，多位美国及外国政要发文表示哀悼。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随着亨利·基辛格的去世，美国失去了在外交事务上最可靠、最独特的声音之一。劳拉和我会怀念他的智慧、他的魅力和他的幽默。我们将永远感谢亨利·基辛格的贡献。曾随尼克松访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表示，世界失去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和平倡导者。基辛格的助手詹姆斯·贝克表示，基辛格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敏锐的地缘政治本能，美国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外交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逝世向其夫人表示深切哀悼，并指出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一位睿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几十年来享有当之无愧的权威。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号对基辛格的去世表示哀悼。他称，基辛格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实现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据法新社援引基辛格协会的声明，基辛格的家人将为他举行私人葬礼，随后将在纽约举办追悼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尤其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基辛格更是功不可没。从1971年至今，访问中国达100多次。就在今年刚过100岁生日后，基辛格又一次踏上了访华的行程，受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热情接见。100岁，100多次到中国来，这2个100啊，合成了你这一次啊，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ould be central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o 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此次会见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1971年，周恩来总理就是在这里会见了基辛格。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促成尼克松总统第2年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奠定基础。 When you read the first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se leaders, they talked almost like philosophers.
we had to overcome a number of established principles, say on Taiwan, but it happened, and it happened in a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it laid the basis for 40 years of, on the whole, improving relations.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中关系大门打开的推动者，在美中关系破冰之后的50多年里，他推动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极对华政策，致力于美中关系发展成为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华丽的篇章之一。卸下官职后的基辛格一直也以学者、政治评论员等身份为中美两国政界、学界牵线搭桥，继续担任中美之间的友好大使。I've known 5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so it's become a big part of my life. I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波动。基辛格在采访中屡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和平相处。他建议中美要冷静外交，学会共处。他还指出，当前白宫的对华政策受美国国内因素的负面影响太大，忽视了战略的持久性。去年7月，基辛格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也曾意味深长地提醒，如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需要尼克松式的灵活性。今年10月24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年度颁奖晚宴，向基辛格颁奖，表彰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时向晚宴致贺信。当时基辛格还在呼吁美中两国应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出路。And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depend on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bring peace and progress to the world. And they also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destroy the world if they're not together. 1923年，基辛格出生在德国南部小镇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逃避纳粹迫害，15岁的基辛格随父母迁居美国纽约。About half of the people I went to school with, and about 13 members of my own family, di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1943年，基辛格加入美国籍，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奔赴德国战场，担任德语翻译和从事反间谍工作。二战结束后，受益于美国退伍军人法案，基辛格作为转校生来到哈佛大学，从学士学位读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对外政策领域的研究工作。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他提出有限核战争论。基辛格凭借此书一举成名，也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辩。I believe i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to conduct the resistance with a limited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though that is less desirable. 1968年可以说是基辛格人生的转折点。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对基辛格的外交才华非常欣赏，并聘请他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从此，基辛格完成了从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者的转变。1973年9月22号，时年50岁的基辛格就任美国国务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
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北京、莫斯科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各方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基辛格和时任越共领导人黎德寿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把奖金捐给了在越南战争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的子女。Nothing that has happened to me in public life has moved me more than this award. 水门事件发生后，基辛格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直至1977年。基辛格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白宫岁月》《动乱年代》《论中国》等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书籍。在其卸任公职后，他还经常接受美国两党总统和外国领导人的咨询。在过去50年中，除了拜登，历届美国总统都曾将基辛格请到白宫听取他的意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逝世，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拜登总统致唁电。今天也有外媒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提问，中方将如何怀念他？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哀悼这位跨世纪老人的逝世，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以说啊，共和国动用了最高规格。国家元首向美国总统致唁电，李强总理向基辛格博士的家人致唁电。王毅呢也向国务卿布林肯致唁电。那么放到任何时空背景来看，对一位美国人与世长辞，这可能都是中美关系中绝无仅有的安排。那么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度量，基辛格他以100岁高龄远行，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喜丧。但是国人还是格外动情，如此不舍。为什么呢？事实上，就在4个月前，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会见最后一次访华的基辛格老人时，中国元首就特别以2个100高度肯定对方的贡献与成就。基辛格博士刚过100岁生日，访问中国已经100多次，这2个100加在一起，使你这一次的访华具有特殊的意义。52年前，中美两国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和你本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做出中美合作的正确抉择，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不会忘记你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这2个100，它所书写的正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一段跨越时空的传奇。从52年前在到访巴基斯坦期间，以佯装生病避开随行的美国记者，登上飞越喜马拉雅前往北京的绝密军机，可以说基辛格敲开了与中国破冰接触、深刻震撼世界的时代之门。基辛格博士也在4个月前的那一次会见中特别表示，感谢东道主的精心安排，感谢将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作为会见地。5号楼正是他当年访华时和周总理会见长谈的地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辛格跨世纪人生之旅的中国篇章可谓是完美之至，始于石破天惊的传奇开篇，终于浓墨重彩的顶层盛赞。重情讲义的中国人当然铭记怀念我们的老朋友。我个人同样认为，基辛格毕生为之服务的美国，同样也应该格外珍视他为美中关系留下的宝贵遗产。这呢，也是一笔巨大的外交与战略财富，必须要全面挖掘、接力传承。那么，这才是美国纪念缅怀这位史上最强棒国务卿的应有之义。那在您看来，基辛格博士为美中关系留下了哪些重要遗产？对美国对华政策又有哪些重要启示呢？为什么基辛格52年前开启对华破冰行程，他要瞒过随行跟访的美国记者，甚至要谎称是自己生病住院呢？为什么他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被普遍赞誉为震撼世界的一周呢？因为在美苏冷战对峙最激烈的年代，
最初的秘密访华决定可谓是石破天惊。基辛格在登基之前最后一刻才通知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而尼克松访华也根本没有带上国务卿，所以这是完全绕过美国外交建制派的一个大胆决策，要承担极大的风险，需要巨大的战略勇气与智慧。尼克松总统在美国政坛从来都是以所谓的强硬反共著称，但谁又能够设想到，恰恰是他身体力行，跨洋伸出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世纪握手呢？这与基辛格的战略设计和鼎力推动是完全分不开的。应该说，基辛格老人横跨2个世纪的过100次的中国行，也包括他与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深入接触与全面对话，让他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完全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美国政治家与学界。那么，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拆开来看，中国人的勇敢包含2个部分：一是死不旋众的决心，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那么，这可能是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国内舆论场上引述提及率最高的一段外部的观察。那么，这段话的出处恰恰就是基辛格的那本煌煌巨著《论中国》。必须要指出，世纪老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对中美关系陷入螺旋式下降的现状与走向是深感忧虑与挫败的。早在2020年拜登胜选之际，基辛格就已经公开发出呼吁，白宫要尽快调整并且逆转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美中2国必须管控分歧与冲突，要避免重演类似1战规模的对抗灾难。今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庆祝基辛格的100岁华诞，罕有的刊出对他的长篇专访，竟然也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 ：Henry Kissinger explains how to avoid World War III。亨利·基辛格详解如何避免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基辛格反复告诫的一个核心主题信息就是，美中2国必须学会共处，2国只有不到10年的窗口适应期。所以，现在的关键追问就是：基辛格老人的警示威严，白宫愿意听吗？能够听得进吗？基辛格博士辞世，今天也是全球大新闻，对美国、对世界，您觉得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注意到，几乎与基辛格顾问公司证实噩耗同步，美国不少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洋洋洒洒的万言讣文。那么，这也印证了美国大报所谓“先上讣告，再上天堂”的潜规则。对于一些个重量级的人物，媒体甚至在他生前就已经早早备好了记录平生的重磅讣文，那么只等最后的时刻到来，按下所谓的发布键。当然了，以基辛格他的跨世纪的人生与传奇的成就，他担得起这样的媒体礼遇。作为美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同时兼任国务卿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的高官，他被认为拥有不输于美国总统的外交决策权，也被公认是美国史上的最强棒的国务卿。而他一次又一次的秘密穿梭外交，同样获赞深刻影响，并且塑造了冷战进程。那么，作为逃避纳粹迫害的第一代犹太移民，他甚至在50年前就已经当选为最受尊敬的美国人。但是呢，也必须要指出，基辛格他作为极度信奉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大师，他同样是毁誉参半的，争议与责难可谓是一生随行。至于我个人呢，我最钦佩、最受激励的，无疑是这位老人终其一生迸发的巨大的创造力与生命热情。以100岁的高龄，基辛格还是能够跨洋飞行，上欧洲、访亚洲，并且仍然能够在殿堂之上向最高决策者提供洞见观瞻。毫不夸张地说，这位老人永远在思考，永远在输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的头号关切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仍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在深切的思考。就在上个月，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刊出他和哈佛大学名教授艾利森的这个合署文章，叫《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通向人工智能军控之路。那么艾利森啊，他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说的首倡者。这2位美国的战略大家警告，美中2国必须要在人工智能军控领域合作，要坚决防止人工智能
彻底掌控接管核武的这种大灾难发生。我不知道基辛格老人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有没有关注到中美元首在加州斐洛里庄园会晤中就建立美中两国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所达成的共识行动。我想这大概是他最乐见的一个重要进展。11月30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谦大校答记者问，其中有关中美两国防务部门沟通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以及福建舰的话题尤其引人关注。吴谦表示，中国军队愿与美方一道，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成功举行会晤，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探讨了各领域对话合作，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20多项共识，为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吴谦表示，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沟通协调，中方将适时发布相关消息。据悉，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于1998年，背景在于美国长期进行对中国的高强度、大范畴的军舰和飞机抵近侦察、秀肌肉。2005年建立的中美国防部会晤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国的国防部作为执行机构，负责落实两军之间达成的共识，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虽然中美两军体制不同，但一线官兵之间的接触不可忽视。为此，中美双方成立了战区领导通话机制。11月24号，刚刚上任不到1个月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在访问韩国釜山期间，就对媒体表示，他对有望加强同中国军方的沟通感到振奋，后续发展还要同中国军方协作落实。Additionally, the PRC agreed to resuming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ater commanders. And I'm very excited and I welcome this announcement. 弗兰凯蒂本月初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成为美国海军首位女性作战部长，同时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位女性成员。有分析指出，作为美国海军职位最高的武官，弗兰凯蒂这种直白的表述，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军方高层对于恢复中美两军交往的迫切期待。本月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海内外舆论普遍将中美恢复两军高层沟通视为元首会晤的关键成果之一。那么，关于中美两军后续将如何进一步交流，以及目前的沟通进展，就成为了今天近80分钟的国防部记者会的焦点议题。发言人吴谦表示，中美两军高层恢复沟通前，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那就是双方要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恢复沟通，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美方的应有之义。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希望美方言行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搅局，仍坚持对台军售。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提供无偿军援。对此，吴谦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要求美方言行一致，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吴谦进一步警告台独势力，以美谋独注定徒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以美谋独注定徒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
在当天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包括深圳卫视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关注了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研制测试的最新进度。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目前正在开展细薄实验，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接下来关注岛内消息。蓝白合破局后，岛内围绕2024选举的博弈日渐白热化。柯文哲本周无预警抛出2亿美金门，其副手吴欣盈疑似拥有美国国籍，都不断引发舆论争议和蓝营猛打。外界质疑一系列事件实质破坏了蓝白合破局但不相互攻击的底层共识，而这势必影响接下来的选举。美国阿拉斯加那个参议员的助理，来到我们中央党部，还跟我们谈过，然后又有那个人在前说，这个我们明天这个罗森伯格会打电话给你，还叫我们要准备。我说奇怪，我说后来我们去 AIT check， 我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的？所以说这个都是，我觉得这种当然不一定是国民党发动的，什么国际骗子都有啊。所以这证词这就是一个什么的局嘛。柯文哲的惊人自曝让现场采访他的岛内资深媒体人尹乃菁表情充满惊讶。柯文哲还说：“我下来跟你讲。”尹乃菁说：“这不行，你公开广播讲，又说私下告诉我们怎么承担得起？”距离蓝白合破局没几天，柯文哲的自曝在岛内引发诸多揣测。侯友宜回应表示，这件事他不知道，但认为暗示性语言不太妥当。中国国民党2024副手参选人赵少康回应称，国民党现在一穷二白，选举经费拮据，所以绝对不会是国民党。那你既然讲出这个话来，你总要收尾嘛。你不能放个话出来不收尾，就跟那个黄曙光一样，对不对？柯文哲一样，你既然说有2亿美金，很大的钱了，2亿美金60亿台币耶，那到底是谁？还扯出什么国民党放话？那国民党是谁？国民党自己一穷二白搞成这样子了。国民党现在选举，我看经费都很困难了，都在为经费伤脑筋了。根本就没有钱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什么还2亿啊？2亿美金，2亿台币都没有啊，2亿美金，所以绝对不会是国民党，绝对不会是侯友宜。柯文哲29号受访时改口称，希望这一页就此翻过，却又释出数位所谓掮客姓氏，点名余姓商人季将军、魏先生，其中季将军因和台军退役将领、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季麟莲姓氏同音，惹来舆论争议。此事遭季麟莲否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参选人叶元之随后爆料称，他查证柯指的人叫做季泰来，季曾是陈水扁的侍卫，后来升任少将。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大家不必关注这个蓝白合会不会对这个基层的这个蓝营啊、白营啊等等产生冲击，因为现在台湾的这次选举的态势非常清楚了，那就是下架民进党和国民党整合之间的一次对决。所以这时候柯文哲爆出一些料来，或者采取一些方式，其实是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在未来的几十天之内，我想呢，可能这个局势会更明朗。柯文哲的2亿美元门还未平息，其副手吴欣盈又被曝疑似拥有美国国籍，并且未能第一时间自证清白。这不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根据岛内相关规定，具有外国国籍者不得申请登记参选地区领导人。在此之前，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宣布独立参选后，其选定的副手赖佩霞就不得不放弃了美国国籍。30号，吴欣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已放弃美国籍，还表示12月5日见真章。台选务部门29号表示，各组参选人于申请登记时均缴交授权查证外籍同意书，已于27日依法循例函请外事部门协助查证。12月5日前将召开委员会议审定参选人名单，12月15日公告。柯文哲被问及副手争议时，为其辩护称，吴欣盈是现任民代，如果有美籍，怎么当民代早就出问题了。资深媒体人黄伟汉表示，当年民代李庆安也拥有美国国籍，但选务部门和法务部门都没有核查出来。他还强调，如果吴欣盈仍具美籍身份，柯文哲参选资格将被剥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个人判断啊，吴欣盈理论上讲呢，不应该具备美国国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呢，也不排除，就是柯文哲事先已经知道吴欣盈
没有放弃美国国籍。那么这个时候呢，利用这样的方式呢，给自己呢未来退选找一个台阶儿，也是一个选项。我们只是穷尽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一旦发觉他确实有这个美国国籍的话，显然这组候选人按照台湾现在的规定，显然是不能再参选了。台湾 TVBS 新闻掌握的一份民众党内参民调显示，高达56.6%的被调查者认为吴欣盈作为副手人选对柯文哲不加分，另有42.9%认为柯文哲对于蓝白合破局责任较大。报道称，白营内部出现检讨声浪。值得注意的是，蓝白合破局后，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9号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支持度为36.3%，国民党侯康配支持度为31%，民众党柯银配支持度为18%。TVBS 民调中心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支持度34%，国民党侯康配31%，民众党柯银配23%。镜新闻同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赖萧配30.5%，侯康配28.7%，柯银配22.1%。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国祥刊文分析称，民意支持度基本态势为绿持平、蓝成长、白削弱，显示赖清德民意支持度碰到天花板，始终上不去。侯友宜缓步成长，渐有威胁赖清德的态势。柯文哲下滑，面临边缘化危机。如果说是能够下架民进党，我想一部分民众恐怕就会投给这个虽然不一定支持国民党，但是呢也会转到这个国民党的阵营来，以保证台海安全和自身的切实利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蓝白合破局之后，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突然抛出有人企图出2亿美金让他担任侯友宜副手的话题，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外界都在猜测有意出2亿美元贿赂柯文哲的人，或者幕后的势力究竟是谁？而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柯文哲的一种选政策略而已。这种选政策略的特点就是不用花钱，不用出力，只要靠一个人一张嘴说了些耸人听闻的话，编造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就可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并主导选政的议题。柯文哲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选政策略，又跟他自己面临的处境密切相关。柯文哲面临的处境就是：第一，没有钱，尤其是在蓝白合破局之后，没有大财团愿意给政治前途不明的他捐款；第二，没有人。柯文哲在8年台北市长任内，并没有培养出一套可以信任的人马，他手下的几个所谓的得力干将，包括黄珊珊、黄国昌，都是从其他政党投靠过来的。第三，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统独问题上，立场模糊不清，只能靠2岸1家亲这样的模糊说法，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种情况下，柯文哲也就只能依靠所谓的个人魅力，依靠一张嘴来打非典型的选战。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柯文哲才会吸引一大批年轻的追随者。这批年轻追随者的特点就是反对传统的统独意识形态，反对传统的蓝绿政治势力，同时也反体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柯文哲突然抛出有人企图出2亿美金让他担任侯友宜副手的话题，一方面是为了在蓝白合破局之后抬高自己的身价，另外一方面是要通过这种无厘头的做法来主导选政的话语权，吸引更多年轻选民的关注。那在您看来，柯文哲这样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次柯文哲显然是失算了。由于多数选民已经对柯文哲的空战手法具备了免疫力，他不仅未能实现民调的止跌回升，反而有可能会因此惹上麻烦。一个方面，由于柯文哲的爆料隐隐约约地指向了国民党涉嫌违反了台湾的选举法规，企图使得侯友宜与赵少康无法当选，因此国民党已经要求其就此做出澄清。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一说法太过于惊人，让见猎欣喜的民进党看到了揪出幕后金主的希望，所以目前已经有人就此向台北地检署
提出了诉状，要柯文哲供出幕后金主。假如柯文哲说不出来，那他的政治诚信就将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当然，柯文哲面临的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一桩。当前岛内舆论正在猛炒柯文哲的副手吴欣盈，在选举申报时并未放弃美国国籍，而吴欣盈对此的回应仅仅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假如这一情况属实，那根据台湾的选举法规，柯文哲与吴欣盈不仅会被取消参选资格，而且由于涉嫌选举欺诈，将会被台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白色力量几乎就等于民众党，民众党几乎就等于光杆司令柯文哲一个人，因此无论是柯文哲与吴欣盈被取消参选资格，还是柯文哲的政治光环消失，无法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都极有可能意味着白色力量的白色泡沫化，并在台湾政坛上逐渐消失。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的访港行程进入第3天。30号上午，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开幕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展览公开陈列舱内航天服、手稿、载人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等大型模型。下午，代表团还赶赴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与高校学生们进行闭门交流。30号上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为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揭幕。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国家现正进行载荷专家选拔，香港专家入围最后阶段，代表国家对香港的肯定。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团长林希强也表示，希望透过展览鼓励更多人追寻航天梦。本次展览将通过展示载人航天工程30年的奋斗历程，让广大香港同胞更多的了解载人航天，参与载人航天，激发公众崇尚科学、探索未知、追逐梦想的热情。我希望这次展览可以启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打好创科知识的根基，努力追寻航天梦。典礼上，代表团成员与参与2023年少年太空人体验营的香港中学生们合影留念。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代表团准备离场时，一位香港女学生追上女航天员王亚平的步伐，邀请她单独合照，引得同學們連連歡呼。咁佢都係同我合咗一張合影，所以今日我都覺得幾開心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你送咗啲咩禮物俾佢呢？我送咗一張明信片，上面係一個 3D 嘅月球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張明信片好靚。我之所以揀呢張送俾佢，我就希望佢會中意呢一份禮物。谭同學告訴深圳衛視駐港記者，航天員非常親切、平易近人，能和他們近距離接觸，十分激動。這次經歷也激勵他進一步努力學習，朝着航天夢邁進。據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分為2大展區，位於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區以中國載人航天發展史為主軸，帶大家回顧30年來奮鬥圓夢的輝煌歷程。而香港科學館的展區則展示工程方面的成就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展望。2大展區展出超過25組展品，包括艙內航天服、神舟飛船返回艙，還有空間站、長征系列火箭等模型。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注意到，相關展覽今年2月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香港作為該展覽的第2站，意義特殊。香港科學館負責人表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在策展上有精心挑選與港澳相關元素，讓展覽更具地方特色。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啲嘅天宮嘅對話，一啲個同港澳學生嘅對話，咁而另外亦都係有一個嘅書信啦，係一個香港嘅學生係寫俾航天員，而亦都有一個航天員陳冬嘅回信咧，咁我哋都係特別喺呢個香港呢個展覽裏邊咧就係展出嘅。
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在展馆内也展出了新一代载人飞船及月面着陆器等有关载人登月的飞行产品模型。可以说，展览既回顾过往，也展望未来，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进一步启发年轻人对于航天科技的兴趣，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当天下午，航天员代表团还专门赴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与大学生进行闭门交流，约有400名学生和教授出席活动。参与交流的张立民教授是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今年8月25号，香港科大雄兵1号卫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张教授就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高校深度参与了国家航天事业。2018年的嫦娥4号探月任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2021年的天问1号探测器首次降落火星，均采用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研发的先进地形测量及地貌分析技术，协助为探测器选取着陆点。